有朋友说老大说说依赖摇。哦，你们看到我跳那个是吗？哦，那个我那天去录那个嗨六嘛，然后那天那个迪哥杨迪，然后迪哥他就是那个什么，一直在那儿跳啊，他可爱这个，他说我现在受不了了，我只要一听到这个音乐我就要跳。然后当时我就说，那我这样，我唱一段，你能不能跟着我的音乐跳？他说可以，我就直接我来不及道声不安，有点缓慢，有点为难。他就跟着跳了一半，他说不行，你歌词唱的不准，我跳的没有意思。无语。不过，但是他就反复那天就一直在跳，然后我就也不算偷偷学了吧，完了那个动作很简单，然后对，嗯，挺好玩的啊。就是2025年爆火的歌曲，就是我作为歌手，我一定要思考这个嘛。爆火的歌曲有什么？2025年其实没火什么歌，火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爆火啊，小火就不算了。真正意义上的爆火是什么歌呢？跳楼机，对吧？然后基本上没火啥了。哦，9万字，对9万字也算吧，9万字也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了，就这个依赖摇这个歌，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九万字算吗？但九万字那个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这些歌改成 DJ 版的时候更容易被传播，你们不觉得吗？我好像找到一个密码，就是不是说更容易传播，它本身可能也很火，但是它变成 DJ 之后呢，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在我们这种音乐圈的这种歧视，这种所谓的歧视当中，可能变成 DJ 之后会变得稍微的呃低一点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你不可否认，它的这个传播度就无敌了，是这种的。哎，我说宁哥为什么走击我？我跳上瘾了，也不是。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啊，就这个就是这种就是人都有基因嘛，我这个基因当中的这种舞蹈的东西，不知道为何被唤醒了，莫名其妙就是被唤醒了。有朋友说讲讲小贝，小贝，我说实话啊，因为确实，第一那个角色戏不多，第二是啥呢？第二我就是有点久远了，我其实都想不太起来了。啊，我那天我还问我团队，我说这个玫瑰重生什么时候拍的？我说我在哪一部戏前面拍的？他说我后来算了一下，应该是在珠帘玉幕之前拍的。我是拍完那个小贝那个，去的珠帘玉幕。我一想，哇，那么久远了已经啊。那个时候我对医美还没那么了解，可能就是没那么的帅气啊，不知道，反正就那个时候好像，就那个时候不太注重个人形象。说白了，真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一念关山》还没播吧？我拍的时候，那个是我拍小贝的时候，那个《一念关山》还没播啊，《一念关山》还没播，那个时候还没被人骂丑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作为演员来说，这个个人形象这块这么重要。我以为全是好角色就挺 OK 了。不记得，我记得是应该是我拍珠帘的时候，一念关山播的啊。我说开推四是原班人马吗？我想说什么呢？像这种节目里边的内幕啊，如果他开始录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就是那个你想问里边的好玩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他怎么回事了，然后呢，你来问我，我可能会跟你聊一聊。但是如果这个节目都没开始录，然后也没有官宣这个正式的嘉宾，你问我是不是原班人马，我哐哐在直播间一说，我刘宇宁嘴是不是有点没有把门的了？在这个直播当中跟你说开推四都谁去，飞行嘉宾都谁？我告诉你了，我是不是有点没溜了？有朋友道义有道，你这个成语用的真烂。什么叫道义有道？
我倒是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什么叫道义有道？我说的是我嘴没溜，但是也没那么的没溜。然后你说是道义有道，你有病！你不会用成语，你就稍微收敛一点，好不好？你再去好好学一学，你写作业去吧。一看你就是过节作业没写完。有劫富济贫，你给我闭嘴！我在这儿。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还行，他起码是一句人话。他给我来个道义有道，我偷谁东西了？完我偷完之后，又救济了谁？我已经够没文化了，你比我还差一点。我为什么喜欢直播呢，朋友们？我说实话啊。我喜欢直播，第一是它就是很放松，第二我真的可以看到这个所有，就是我平时见不到的人的说话方式。我真的可以见到很多，就是很多朋友们的思维逻辑，通过他打字，我就知道这个人思维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比如说刚才那个朋友说道义有道那个朋友，我以后就是如果在这个某一个影视剧演一个就是那种那个傻乎乎的人。我就可以把这句词用上啊，就是比如说主角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的一个善良的一个人，他把他们家里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几十年的一个收入，然后那个去救济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然后呢，我作为这个他的配角在旁边就是，哎，大哥。我觉得你这种做法真是道义有道啊！哎，绝对这人物丰满了，我跟你说，这人物绝对非常立体。主角当时一看你，道义有道，我把我所有这么多年的积蓄，然后我这么多年积蓄是偷来的。你看，这就是直接演一个，直接就是一个就是我丰富我以后演的角色，而且台词都想好了。大哥，你这个行为真是道义有道啊！啊，不，是老弟说错了，你这个叫劫富济贫。朋友说，为什么一演傻子就变成八戒的声音了？刚才那个不是八戒的声音。那难道你觉得一个傻子他的说话的声音就是他一样，你用声音去塑造角色嘛？比如说他是那种，就是这样吧，咱们就来个那种所谓的那种古装剧里边贵公子的声音说。比如说刚才那一句话啊，用一个贵公子的声音说，比如说主角还是做了同样的事儿，然后呢，这个配角说了一句：“大哥，你这事儿做的还真是道义有道啊。”好，也没那么傻，对不对？好像觉得他话里有话呀，什么意思？难道你发现了我什么做过的坏事吗？所以不能用这个声音，一定说大哥，你这事儿做的真是道义有道，一定是这样吗？你知道吗？他就是每个声音可以塑造角色，它是很重要的，有点阴阳怪气了，对不对？不能那样啊。所以不怪我用八戒的声音，声线要匹配人物。你要是的啊。我说这是诙谐的声音，如果是诙谐的那种是这样的，大哥，你这事儿做的还真是道义有道啊，就是那种好像这个他俩干了一件坏事，就是而且是这个配角和主角一块干的，他故意调侃他啊。不一样的就是他就不傻了啊。有朋友用魏少的方式说呢，你是某个平台的采访人员吗？说宁哥，我是你的采访粉儿。朋友们，我说实话，就是我回答问题这一块，或者是就接话这一块，朋友们，我跟你讲，有一个训练的秘诀。就朋友们，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跟人啊，当然这个教不了你了，我只想告诉你，我是从哪儿练的，朋友们，就是真的是练出来的，就从直播练的呀。我所有就是接别人的话，都是从直播练出来的。有朋友说我很需要，你开直播，你要当网红，你要跟我干同行，
还有人问开推4是不是原班人马？那肯定是，肯定到时候就是播那个录的时候，你不就知道了吗？肯定有路透啊！你着什么急？很快3月份就录了，等不了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能怎么样？你是能提前看到还是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着急啊！我知道你可能是我们那个综艺的一个支持者，很关心我们那个综艺。地球2是原班人马吗？有朋友，我进的什么直播间？有人说我喜欢了你好久，但是第一次看你直播，好开心。你也没那么喜欢。如果真的那么喜欢的话，早就看了。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你们动手了，好像是。朋友们，等一下，你等我一下，朋友们，你们等我，我去看一眼。啊，我先给你们放个 VCR，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许我在少年》吧。看看我直播这个性价比，看看找我唱 OST 的性价比，朋友们。热搜6，真的假的？我不信，26啊！大过年的给人添堵，大过年了。我刚才音乐都准备好了，我寻思如果就是现在就是热搜6的话，这一块我哐哐的我就直接就人来疯，我马上就一段绚烂的舞蹈。不行，我一定得加那种特效这种的。直接 emo。哥，你是明星，你还记得吗？明星算个6啊？啊，不是，我算个6啊。明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说实话，都普通人，都吃喝拉撒啊。他只是从事的行业跟你不同，他从事的行业让更多人认识了，然后有粉丝去追捧，他也是普通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朋友赚得多呀。你这个话题就是很敏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赚得多的人多了去了，你去看看那些福布斯排行榜上有几个是明星啊？所以，因为为什么这个话题我就不讨论了，我不跟你讨论赚的多与不多，肯定是赚的要多一些，比很多正常上班的人。但是这个话题不要聊啊，没有意义。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你不当明星，只要你在这个行业是做一个佼佼者，你一样会做得很好的，一样你会赚到很多钱的。只要你好好学习，专注自己的职业。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各位好好的，就是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付出行动去努力。我当然不是给各位上课啊，因为我想表达的是，我出身这么低，我就是一个学厨师的，我能够混到今天，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当一个歌手，当一个演员，啊，虽然现在也是个主播，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坚持做这件事儿，那也有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可能没有这个成就，但是我现在能够去让你们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偏德，是这样的。所以在场的很多朋友，你们家庭条件也好，包括你们正在学习的这个
从事的行业也好，或者是学习的学历也好，都比我高，所以我相信各位在场的各位一定会比我有更高的成就，啊，一定得加油啊！不要是看着别人的日子去过自己的日子是最难受的啊！你要看你自己。机器人你买了吗？那玩意儿卖吗？我买回家干嘛？我买那个这干嘛？我这用处是什么？我跟他过招？卖吧，是吗？网上有，我没买，一起翻跟头，没买。哦，你们有买的吗？你们有买的借我玩两天。我是没买，我也没打算买啊。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对这个科技很好奇的话，你买一个。有朋友说几点到奥克兰？你怎么说你要堵我去啊？你要那种就是那种远方的朋友来到你的城市，然后那个你就是我一下飞机出站，你给我送一束鲜花那种的接机去啊？不用啊，在这里咱们先婉拒了啊。你突然让我想起了这首歌。我虽然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但我也希望我们能过好自己的生活。请记住我对你最后一句嘱托，请不要来接机。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宁哥，你玩鹅鸭杀吗？不玩啊。我只玩王者荣耀，因为目前就是王者荣耀找我合作了，其他都是有点没去了解。哥，你把逆水寒放哦，逆水寒也玩哎，也玩逆水寒玩。是玩了呢，对龙吟嘛，对，忘了，因为那个逆水寒就是有点太日常了，我每天都在玩，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有点忘却了，就是觉得它就跟呼吸一样的那个平常。难道我要说朋友们问我说宁哥最近干嘛呢？呼吸，不需要说啊，不需要，就跟这个对王者其实也是啊，玩的比较的频繁。我发现咱直播间有很多人很会，我说那个会呢，就是那种，就是故意抛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我来回答，然后在我这就是这有些问题只要说出来就会有问题，然后但是他就很会，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很聪明，真的很坏，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不好的，在过年的时候做这种事儿不太好啊，不要这样啊。有朋友直播带我们打王者。你像我，你现在就是感觉我是一个娱乐主播，就是你不太喜欢看了，你得让我变成一个游戏主播。有朋友说可以用英文直播吗？也不是不行，我这个英文这块也是呱呱的，我的英文这块也是 very beautiful 啊，也是很 beautiful 的。但是呢，你得照顾一些，就是比如像丹东烹饪二技校的这样的就是朋友，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996。不是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说英语4、6级过的，你也得照顾一下丹东烹饪二技校的这帮朋友，对吧？他们就可能对我用全程英文的话，像这种丹东二技校的他就听不懂。我倒是想用英文全程直播了，但是没必要是吧？我只说这个瞧不上丹东二技校，因为他的专业他就不学这个。丹东二技校专业是什么？学厨师，学炒菜。你跟他聊炒菜，聊做饭，他能跟你聊一会儿。你跟他用英文，他最多告诉你 tomato、potato、hamburger 啊这种的，像这种的，他跟你聊一聊
啊，其他的就是跟那个食材不相关的，可能他就是聊不了两句啊，汉堡根儿啊。有朋友要不你改助眠主播吗？我赛道太拥挤了，我要干的活太多了。刚才要我做游戏主播，这块又闯入了助眠赛道。因为我走赛道太多了，别走太杂了啊！我差不多专注一条赛道走到头吧啊，最多2条赛道啊。健身博主，健身我也能跟你聊一聊。美食博主，美食这块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这些都无所谓，这种不需要实际操作的这种都可以啊。就是助眠的话，我还真的是得让你助眠。有朋友们说老大看剧本了吗？就是最近的话，关你什么事？你管我大过年的，人家都在家过年休息的，包括你当时薅刘宇宁脖领子，哎，刘宇宁啊，你看没看剧本？看没看？过年呀，老弟呀，啊，我们过年休息休息了。我已经在过年期间说，我上来直播跟朋友见个面，我们就是维持一下我们的这种连接情感，就是延续上。完后你直接薅我脖领说过年写没写作业？你有点不近人情了，有点。刘宇宁给我看剧本，听到没有？大过年初4、初5该上班了，你都没上班，你让我上班，什么人呢？哎，刚才虽然那个朋友我怼他了，刚刚那个朋友说，哎，宁哥分享一下过年回家都玩什么了？你看看这种朋友，起码刚才我虽然怼他，但是他不像你那么样严苛。人起码知道说，哎，宁哥过年放假了，可以玩一玩，休息休息哈。一年忙到头，一年基本也没休息过，然后过年了休息几天，结果你过来薅我脖领，跟我说你给我看剧本，剧本看没看？还有人性吗？人家这刚朋友说的很对，道长都休息了。我去那怪里找那个道长，因为道长都不开门，我作为你的一个好朋友，你的家人，我不能休息休息啊！啊，真是不近人情。有会儿你个才高，揪不了你脖领子，他可以这么揪啊？不就完了吗？这样，看剧本了吗？看没看剧本？他揪你裤绳，怎么给我裤破疤了？薅我裤腰带的，薅我裤腰带，问我看没看剧本？看。你怎么那么能埋汰人呢？再矮也不能那样，怎么薅裤腰带说？你埋汰人呢？我说宁哥，齐哥大同演唱会你来当嘉宾吗？你大同的吧？你是不是大同的？就是那个，就是意思，你这个齐哥到那开演唱会，我顺便你就追星送上门，到付。我感觉你就是大同的，是我那啥，我不知道，我看我时间，我后面就是如果那个时间对得上，然后齐哥演唱会我去玩一次，我去给他去，我就想去看看，想玩一玩啊，去一趟啊，对，但是应该不是大同。有朋友说天天迷这个男人，老公都不看一眼，你别在那胡说八道啊！你给我帽子，我发现你们有时候说话真的是不注意，你整的就好像刘宇宁的存在破坏你家庭幸福了，破坏你跟你老公的感情了。你就算你不追我，你去打麻将，你去干别的，你也不一定看你老公一眼，不是因为我。别往我身上爱赖啊！有人说那个屋子里戴帽子长不高，谬论。我现在就有点太高了，我怕我再长啊。不都说25还鼓一鼓，44还穿一穿吗？我怕我长太高了，帮我压一压，对，往上压一压啊。然后193没193，我0.5，193，是好像是我看了一个采访，忘了谁最近在过年的时候说我193，魏神说的，不是吧？是魏神说的吗？魏神说我193，他记错人了。
他估计朋友太多了，他记错人了。他说你看的好像193，我没有，我这人吧，就是我真没有，我193也没什么不能说的，确实没有。穿鞋不就193了吗？啊，你那个逻辑，那我踩高跷4米了呀。给我来个2.5米梯子，我4米多呀。你这能这么算吗？啊，这能这么算吗？算鞋肯定1.93米，那废话，那肯定呀。那你踩高跷4米了，你能算那个下面那东西吗？那算你净身高啊。我说我妈说这小伙还挺白，你跟你妈说我开那个美颜了。我其实那个私底下我就是黑到不行，我粉擦的白，我包括我看网上有人都揭秘了，说刘宇宁每天就是出门之前把身上都擦上美白粉，身上都擦素颜霜，他一天就是因为他本身就很黑，啊、他们就已经给我破解了，我身上都是那啥，然后再加上开美颜。我说老大你会打麻将吗？我会，我会，但是小的时候玩，然后跟家里人打，每年过年的时候打麻将嘛。今年过年没打，没有时间啊。今年回去通告老忙了，回去通告比较忙碌啊，所以没打，没打麻将。有个东北孩子没有不会的，也不是，别在那以偏概全。其实很多人也是不会打麻将的啊。但其实如果按你那么说，好像我听说是南方人爱打麻将的会更多一些。对，因为他们比如比较出名的四川麻将比较出名嘛，对吧？对，上次去那个什么，去那个长沙录节目，我好多朋友也是长沙的嘛，他们就说那个他们也就打麻将可过瘾了啊，就是天天打麻将什么的，还蛮开心的啊。广东麻将，对啊，这是其实东北麻将也玩的小，所以就大家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太多，很正常，哪地方都有不会打麻将的，这又不是什么必学的技能，就跟骑自行车一样，不是每个人都会骑自行车的，对吧？很多朋友觉得，哎，自行车有什么不会骑的？我相信咱们直播间有很多人是不会骑自行车的，很正常。有朋友说，宁哥小贝那个头发是假发吗？这一看新粉吧。哎，我要说是假发，会不会对我这个有影响啊？就有人会说，刘宇宁真不敬业，拍戏要求剪头发，头发都不剪。会不会有人这么说？得小心一点。有朋友说不回答，没人不能回答，就是假发，纯假发。说了嘛，2500买的嘛，头都是假的。这个谁说头都是假的？那个没有。有朋友说热不热？还好，挺热的其实。但那个我当时那个戏前半部分在重庆拍的嘛，在重庆拍的，重庆很热啊。是其实那部戏拍的时候，就是挺难受的。其实我想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粉丝可能也挺可怜的。我说那个可怜呢，是你说拉出来一个艺人都3、4部待播剧，他们有选择，他们可以说，哎，我喜欢这个，我期待这个，我期待那个，或者我觉得这个能行，那个不太行，我就不期待了。但是到我这儿呢，好像就剩这么一个小存货了。然后呢，他们就只能说支持。不会的是吧？是吗？有朋友说确实啊，我给你杆你就爬，你属猴了吧你啊！我说完这句话是希望你安慰我，我不是在安慰你。可能是就一部戏，然后呢，我希望听到的回答是，那个宁哥没事小宁没事没事，反正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你拍啥我们看啥，你不拍我们就听你唱歌也行。我希望听到是这样回答，结果咱家那个粉丝在讲，是啊，挺可怜的。你这样子现实当中朋友肯定不太多。那天说四喜那首歌我太喜欢了，然后那个主持人老师说，那你唱2句，我忘了。既然那天在那个央视没有把这个歌唱了，我今天在直播间送给我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也祝你们都能像那朵花一样，新的一年好好的绽放。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知雨，渐渐明白了家。